各位朋友啊，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，现实才是你最好的老师，是吧？当在这个1980几年、1990几年那个时候呢，可能是中国的公知最盛行的年代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呢？那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确实是比不上美国呀。为什么当时好些人打破了头，把这个北京2环的房子都卖了，要钻到美国来刷盘子呀？因为当时北京的房子不值钱，美国刷盘子值钱啊。那确实啊，当时的人们在中国一个月挣个100多块钱可是到美国刷盘子一个月挣几万块钱，那是多大的这个差距啊！可是呢，美国这些年呢在原地踏步，而中国呢正在日新月异的发展。说实在的有点年纪的这些朋友们，你们想想，你们小时候敢相信吗？中国现在每个家庭的汽车的拥有量都快赶上美国了。中国现在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活水平，你在小时候你敢想象吗？对吧？所以在那个年代，公知就是因为看了西方的这种繁华，他感到了绝望，觉得中国永远追不上西方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那个脊梁骨也就塌了，变成了公知。可是呢，这个人他就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人呢是随着自己的这个见识还有自己的经历呢，他会自省那很多的这个公知当年的公知，现在呢有的感到了万分的后悔，有的呢就完全转变成一个纯正的爱国者了。我相信感到万分后悔的就是高晓松了。我这两天看到一个新闻，说高晓松偷偷摸摸的在中国的 B 站开了一个直播，结果3分钟屏幕上漫天遍野的都是骂他的声音，因为他是个中国古墓派公知的代表嘛。3分钟自己就无可奈何的自己就关了直播了。可以说公知现在是在中国变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很罕见的中国原来公知的老窝，南方报系、南方日报南方周末那些当年的那些记者总编，那可真是公知的纯度得9个9吧那些老公知难得现身说法，说自己是怎么样从一个公知转变成一个爱国者的心路的历程。我们来看看我曾经就是我的公知，而且是知名的公知，因为我曾经是当年的公知大本营南方周末的首席评论员。现在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现在我的观点完全变了？今天我就来说说为什么年轻人容易被自由公知的那套忽悠，但是成年成熟以后就醒悟了。为什么做生意非常有助于治疗这种幼稚病？为什么会有读书读傻了的这个事儿？所有的这些其实是我这些年的一个自我反思。我上大学的90年代末期正是南方周末的巅峰期。那个时期的大学生呢，和文科教授们一样，普遍都是恨国的，越好的大学越是如此。在大学里面我们读了很多书，自以为知道了很多真相，自以为比别人英明。我们都是英美道路的信徒在我们的世界观里面，我们有了一个简单的2分法：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道路符合英美自由民主的就是对的，反之就是错的。因为英美发展的好我们落后因此他们就是先进的，是对的。我们用这个标尺去解释我们的社会和政治，这是我当年作为媒体人公知的一个基调。而中国的现实确确实实当时有很多荒谬和不如意之处90年代的时候，中国还很差嘛。我的媒体生涯是很顺的，在工作了2年半之后，我就写出了一些名气，被挖到南方周末去做首席评论员，用我的那套方法论呢去评论各种社会政治现象，也吸引了不少人的认同。随着我的业力的增长，特别是我作为领头人自己做了企业以后，我
我开始逐渐反思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那一套分析逻辑。我逐渐的认识到，自己以前的那一套逻辑其实就是一种政治成功学，是一种极其粗浅的方法论。商业领域如何做一个成功的企业，哪种经营方式能取得成功，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终极问题。商业上的成功绝对没有灵丹妙药，也没有什么恍然大悟的妙招，也不是学哪个成功的企业的模板你就能够成功的。我们看商学院的那些教学啊，那里不会教你哪条道路是发财捷径，只会用一个一个的案例去分析，让你从中得到一些启发，绝对不存在什么发财的模板。如果有的话，那一定是马上失效的。但是成功学就是告诉你有发财的灵丹妙药，并且用简单易懂的方式来告诉你，让你瞬间醍醐灌顶，是吧？但成功学除了收学费，除了占据那种粗鄙的新名啊，它不会让任何企业成功的。其实政治也一样，国家的发展也一样，它没有灵丹妙药，也没有胜利的模板。我们试想一下，腾讯发展的很好，我能够再造一个腾讯吗？每个公司都有每个公司自己的条件，最后成功的企业啊，都是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的过程中，最后演化出来的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完全不是可以设计的，也不可以复制。那么公知的一个根本性的方法的错误，就是觉得社会和政治啊，就像他们手中的泥人是可以随便捏的。他们自己设定了一个理想的模板，觉得按照这个模板去捏就行了。但是我真正做了企业之后，我就明白，别说国家了，就算一个公司都不是我这个创始人能够随便捏的。一个公司最后形成的次序，是很多人在漫长时间中一个一个的解决问题，最后演化出来的这个次序。这个次序它远远高于个人的智慧。我创业的经历啊，非常有助于我放下知识分子的那种懂王的坏习惯。我现在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我承认别人并不比我傻，承认多年形成的这个演化次序不是一个人所随便能够改变的。以前呢，我看到一些洗脚城早上组织员工在那里喊口号，我觉得特别傻。以前呢，我总是对别人的公司指手画脚，觉得自己是诸葛亮，能够给别人的公司指点迷津，点石成金。以前呢，我总是骂装修公司都不诚信，我说我要做一个诚信的装修公司，一定能一统天下。等我自己做了公司之后，我就慢慢明白了，那些喊口号的洗脚城呢，人家不傻，那是人家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有效的激励方式，在他们的工作中就是有效的管理。那些想要改变装修行业现状都死了。我也不能对别人的公司指手画脚。商业领域啊，根本不存在什么神仙诸葛亮，人家那么多人摸索了那么多年，我能几句话解决人家的问题吗？不存在的。如果存在，那就是骗子。在创业了10几年之后，我逐渐放下了那种知识分子的优越感，我承认了自己的无知，我开始尊重别人的智慧，尊重已经形成的秩序。否则呢，商场会狠狠教训我的自以为是的。做公知的时候，我喜欢拍脑袋，到处指点江山，但商业的实践让我明白，别人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，我也无法轻易解决。很多行业有痛点，但是这些痛点暂时解决不了。那些看起来的发财捷径啊，为什么别人不做呢？肯定是有坑嘛。我们再说到政治啊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我们觉得印度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，对不对？有很多不堪，还有很荒谬的现实。那么我们想一下，如果你是印度的最高指挥者，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我可以肯定的说，让任何人去当印度的总理，他都不会比现在强多少。他也必须面对所有的现实啊，不能随心所欲的捏泥人啊。你能想到的灵丹妙药，印度的精英全想过。我对公知生涯的告别，其实是对一种错误的思维方式的告别。我不再指点江山了，说我们政府这不对那不对，我只是承认了我的无知。我没有能力对政府的那些做法做出判断，因为我相信专业人士的专业，我相信那么做一定有它的道理，一定有它的难处。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限制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家发达的灵丹妙药。如果有，那这个世界就简单了嘛。没有人能设计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。好的国家治理是在解决一个一个问题中最后演化出来的秩序。我们把英美的模式意识形态化的话，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最后啊，我来说说为什么文科知识分子容易成公知，容易成为喜欢到处指点江山的懂王。为什么有读书读傻了的这个事儿？知识分子只在自然科学领域会比一般人有认知上的绝对优势，在社会、政治、经济等领域，知识分子有时候反而不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自然科学它是一种知识，它的脉络很简单，对就是对了，错就是错的。你学到的这个知识别人没学到，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比别人强。但是社会科学的事儿不一样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知识，它的脉络要复杂太多了。比如商业领域啊，它是一种实践智慧，没有关于发财的简单知识哦，不存在学了某个发财学的知识你就立即懂了。在一个复杂的实践智慧面前，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一样是无知的。不信你看看那些经济学家投资房产炒股还不如大妈，是吧？知识分子甚至比大妈还不如。明明大家在商业上是无知的，大妈承认自己的无知，
但知识分子也傲慢地认为自己是懂王。好，那这就悲剧了。他输给大妈，那真的一点都不奇怪。商业啊、政治啊、社会领域，专治各种理性的傲慢。知识分子读书读傻了，是因为读书让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能够洞察人类社会的一些奥秘，这是一种幻觉。这种幻觉呢，可能有2个原因啊。第一个，知识分子们从小就是学霸，很容易觉得自己脑子一流，所以这种理性的傲慢它就来了。第二个呢，人类很容易把自然科学的知识和社会领域的实践智慧混为一谈。在自然科学领域掌握更多的知识确实就是明智，但是社会领域不是这样，知识并不一定带来正确，因为变量太多了。知识分子分析的头头是道的逻辑线只是万千逻辑线中的一条，而知识分子往往执念于这一条绝对正确，他迷信自己的所谓的推理的论证，这就是读书读傻。要承认自己的无知，承认体制内的精英团队比我强，承认我们中国的历史和现实，承认多年的这个演化秩序一定有它的道理，这就是我告别公知生涯的原因。好了，跟大家说了一些心里话啊。我觉得浪子回头金不换吧。人呢，谁没年轻过呀？谁没幼稚过呀？谁没犯过错误啊？是吧？那么现在醒悟了，还没有晚啊！我相信也是越来越多的。当然了，那些都快那个进棺材里的那些老公知他们醒不醒悟的也无所谓了。就像那个都快奔100去的何作修啊，像易中天这样的老公知，他们醒不醒的也无所屌味了，是吧？点个订阅吧，咱们下期再聊。